地震、海啸直捣俄核潜艇老巢，普京的水下核王牌恐全灭。赫尔松乌军勇猛反击，俄军摆拍升旗被灭。11万俄军三面合围红军村，5万乌军该如何破局？乌军连续袭击俄两大训练基地。欧洲多国申请1500亿欧元贷款为乌克兰买武器。北约俄罗斯对峙公开化。精彩资讯马上开始。突如其来的天灾让失去唯一航母的俄罗斯海军雪上加霜。这次俄罗斯核潜艇能保住吗？据路透社报道，7月30日，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勘察加半岛海域发生了8.8级的超大地震，从而引发海啸和克柳切夫火山喷发。据悉，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勘察加彼得罗巴弗洛夫斯克市东南方向约136公里处，震源深度为19.3公里。而俄罗斯海军位于阿瓦恰湾的雷巴齐耶潜艇基地，距离震中仅130公里左右。现在它很可能面临4米高的海啸冲击。值得注意的是，该基地是俄罗斯在远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之一，常年部署2个潜艇总队，其中包括2艘配备核武的北风之神、2艘亚森 M 级和奥斯卡级巡航导弹核潜艇，以及多艘其他类型的核潜艇。这些潜艇是俄罗斯海军武器库中最先进的潜艇之一，属于莫斯科战略威慑的中坚力量。而阿瓦恰湾的地理位置虽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停泊在那里的舰船免受海啸影响，但即使是相对较小的涌浪，也可能对精密的潜艇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相关专家警告称，潜艇撞击细薄装置或通过打开的舱口进水，从而引发严重后果。此外，勘察加还拥有俄罗斯规模最大的弹道导弹训练基地和情报搜集站，目前尚不清楚其战后状况。俄罗斯官方虽坚称局势已得到控制，称未接到人员死亡或重伤报告，但离该基地仅30公里的勘察加彼得罗巴弗洛夫斯克市已经受到了地震影响。流出的现场视频显示，勘察加半岛各地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了大面积破坏，包括建筑物倒塌、港口受损，以及道路扭曲变形和大规模断电。显而易见，俄官方的坚称水分很大，一旦雷巴齐耶潜艇基地破坏严重，不仅会对俄乌战争带来深远影响，还将给周围海域造成风险，尤其是核泄漏问题。目前，包括日本、智利、秘鲁和美国在内的10多个国家发布了海啸预警。如夏威夷报告称，其海岸出现了数米高的海浪。又或是日本下令近200万居民撤离沿海地区，因为第一波海啸已抵达日本北海道沿岸，甚至东京附近的千叶县，还拍摄到了鲸鱼搁浅的画面等。后续情况如何，火力军将持续关注。俄乌战场，赫尔松乌军勇猛反击，战地插旗，红军村战况再变，乌军新战术成破局关键。乌南的反击有些出乎火力军的预料，在这场反击中，乌军不局限于陆地战场，还常将目光对准黑海水域。据图片报道，在最新一次作战中，乌克兰特种部队在赫尔松的滕德里夫斯卡沙嘴发动突袭。此役中，乌军成功登岛，不仅清除了俄军的防空雷达系统，还勇斗俄军夺取阵地控制权，最终升起旗帜，宣示对此地的占领。火力军认为，俄军之后肯定会发起反扑，但乌军登上沙嘴本身就是在告诉我们，即无论是海上还是陆地，乌克兰都不会放弃所属权。如临近的金伯恩沙嘴地区，自2025年以来，乌军就持续对这里发起进攻，数次打掉了俄军的登陆艇，阻止这里成为俄军连接赫尔松的转运点。除此之外，乌军还在黑海海上展开了常态化的巡逻打击，端掉了多个俄军的天然气开采基地。总之，随着乌克兰海军的重建，他们对黑海一带的防御正在不断加强。与此同时，在乌南的陆地战场，双方的交火仍在激烈进行中。如乌军在赫尔松前线击毁了俄军的一门122毫米牵引榴弹炮，又或是乌军第31机械化旅发布视频，驳斥了俄军此前对第聂伯罗马利夫卡村占领的声明。稍早时候，俄军曾潜入到马利夫卡村拍照打卡，并升起了他们的旗帜，由此宣称控制了该地。但现在乌方发视频力证，马利夫卡仍处于乌军的控制之下。在发布的视频中，我们能清晰看到乌军已消灭了这支俄军，摆拍升旗的士兵遭到了定点清除。对此，俄罗斯方面又装起了缩头乌龟，不做回应。但俄军类似的宣传之前发生过数次，他们也就缩习惯了。顿涅茨克战区这几天战况发生了数次转折，在托列茨克区，乌军反击取得巨大成功，已进入战场清理阶段。乌军第63旅51营的2名士兵在清理附近的森林阵地时，还俘虏了一批俄军的突击队员，完成了以一敌多的壮举。虽然这些俄军最初还进行了抵抗，但随后在乌军的炮击中选择了投降。在
在东部其他战场，乌军则派出空军发动猛烈空袭。不久前，乌军的一架米格29就升空，朝俄军的突击小组投掷了3枚 GBU-39炸弹，俄军阵地被精准命中，随即传出10多声巨响。据估计，应该是俄军携带的弹药在空袭中被点燃。当时这支俄军正试图向乌军的阵地推进，但还没到一半就被空军察觉。这也是米格29在乌东的最新打击。而战场焦点的红军村目前处于俄攻乌守状态，双方每时每刻都在进行激烈战斗。但多方消息汇总后，过去的24小时，俄军在各战线均无突破。大家知道，俄军去年曾集结15万大军来攻打红军村，结果未能攻下。如今再次集结11万大军进攻红军城，且已形成3面包围之势。那仅有5万兵力的乌军该如何破局呢？火力军今天仅从战术角度为大家还原最真实的红军村现状。战争研究所原一名乌军无人机营操作员的话称，俄军正改变在红军村的战术，即正以2到3人小队驾驶各类摩托车进行袭扰作战。一名俄军事博主分析称，此战术与2024年俄军夺取谢里杜河时使用的战术一致，以寻找乌军防御工事的漏洞为主，寻求推进的突破点。简单总结一下，俄军的战术特点就是小股渗透、分进合击、步步蚕食。这战术有什么好处呢？很简单，降低人员损耗，并以小博大，取得巨额战果。看样子，经过3年多的磨砺，俄军同样在进步。目前该战术在俄军手里已具备了一定的成熟度和灵活性。目前俄军在红军村的行动主要集中在西南和东北2个方向。西南方向，俄军采取重兵威慑、炮火远程支援、小股步兵、摩托兵袭扰的战术牵制乌军主力，让乌军无法增援东北战场。在东北方向，俄军则以罗金西克为目标，从博伊基夫卡向北，拉齐恩向西，米尔内沿 T0504公路缓慢推进，步步蚕食，同时进行无人机袭扰。这一打法让乌军在兵力调配时顾此失彼，导致其防线多次出现漏洞，最终让俄军完成了对乌军的半包围。总之，该战术虽不具备直接效能，却打乱了乌军作战节奏与后勤供应。也从这里能看出，俄军东部集群的战役目标明确，就是断路、截补、封闭战场，摧毁接连乌军后方的2条关键补给通道。一旦计划得逞，红军村将成为信息和物资的孤岛。要知道，红军村周围的地形虽然乌军拥有了极大的地形优势，但也决定红军村这里无法形成多通道、分布式的后勤网络。这一特点决定了公路是乌军补给的生命线，特别是 T0504公路负担着乌军补给、轮换、伤员转换等多项关键任务。但该公路当下一部分被俄军用无人机封锁，经常受到袭击。此外，卡金尼托列奇河防线的失守才是让火力军最担心的地方。该河水面宽、堤坝高、桥梁少，火力军本以为此河会成为乌军一条坚固防线，但却莫名其妙失守了，直接导致红军村北大门失守，且还被放大成了3个战役危机。其一是北翼防线被撕开后，迫使乌军指挥部将西南和正面防线进行兵力的重新分配。其二，该防线失守后，乌军的战术纵深会受到打击，俄军就能直接冲击红军村城区和乌后方的指挥中心。其三，乌军防御的完整性遭到破坏，给俄军的弧形包围圈创造了条件。可以说，乌军当下已陷入了战略两难处境，无论是撤还是守，都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而且不能输。若从战略学的角度来看，撤退无疑是最好的结果，不仅能更好地保护有生力量，也能避免被合围的风险。但若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一旦撤退，所形成的政治与军事冲击是不堪设想的。一旦乌军选择后退，其北翼防线会出现缺口，俄军便能借势西进，兵锋直指康斯坦丁诺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等重镇，进而威胁整个乌克兰后方，而且还会极大打击乌克兰军民的士气。当然，最致命的是会激发政府和军方的矛盾，同时会削弱欧洲盟友对乌克兰的战局信心，并因此减少军事援助和财政支持。因此不能撤，红军村这一战必须打。但该怎么打呢？仅火力军个人而言，很早时候火力军就说过，防守不如进攻，即乌军投入所有战略预备队进行反击，在瞬息万变的动态中寻求可控的结果。当然，殊死一搏并非无脑冲锋，乌军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进行全面反击。至于乌军的优势是什么，想来大家都清楚，就是火力军不止一次提及的战术战法的创新力。这种创新力让武器性能明显处于劣势的乌克兰靠无人装备的新战法扳回一城。其不仅用无人机、无人艇打得黑海舰队搬家，更是持续打击俄战略轰炸机基地以及俄后方能源设施，让俄军的入侵付出了巨大代价。而近日，乌军更是用一架 FPV 无人机拦截了俄军高价值猎户座无人机，用陆地机器人在前线战场俘虏大批俄军士兵等等。这种创新力无疑是其获得胜利的关键。
现在乌军该考虑的是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稳住红军村的危机。而乌军可选择了进攻方向。火力军认为，其应该将反攻重点集中在博尔塔夫卡至新博尔塔夫卡至沃兹德维任卡这条轴线上。若是乌军能从这里反击，将有可能截断俄军在该区域的突出部，将其分割为2个孤立区域，逐个消灭，既能缓解红军村危机，也能缓解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压力，更能确保红军村和后方 T-0504 公路补给线的安全。当然，这一切的前提需要乌军总指挥部，特别是希尔斯基将军下决心，将预备队中的装甲或快速反应部队投放到关键地带，对俄军进行大纵深切割，即使付出的代价高一些，也要围歼其先头部队。但若乌军无法组织一次大纵深反攻，清除俄军在红军村周边的突出部，恢复战略主动权，红军村沦陷只是时间问题。另外，火力军的反击设想还需要乌军要有足够数量的预备队，若是没有，那就只能通过阵地战来延长守城时间，并从战场外入手解决危机。而火力军提出这样的反击设想，是因为火力军看到有消息说，乌军新成立的各大部队正在向红军村快速增援，包括但不限于乌军第7、第9军以及新成立的第20坦克集团军。只是由于新军刚确立编制，麾下部队正在洽战场作战，调到红军村需要时间。最后，大家也不必过分担心，乌军在红军村虽岌岌可危，但俄军同样也举步维艰。俄罗斯国内经济已进入死亡螺旋阶段，加上国际制裁不断加码，以及后勤枢纽不断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时间并不站在俄罗斯一方。所以还是让我们继续相信乌克兰，相信希尔斯基将军能拿出最佳的作战方案吧。7月30日，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78架无人机，乌军击落51架无人机，但仍有7处地点遭到俄军无人机直接撞击，2处有无人机残骸落下造成损失。另外，基辅独立援引希尔斯基将军的话表示，乌军今后将把训练尽可能转到地下，以更好保护士兵安全。至于原因，是因为俄军导弹数次针对乌克兰训练场进行打击，如7月29日，一枚俄导弹击中了地面部队的训练设施，造成3人死亡，18人受伤。又或是此前3月1日，俄军一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袭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次编队演习，造成乌军多人死亡。当然，挨打不是乌军本色，在俄军空袭过后，其向俄罗斯境内各地和克里米亚进行了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如罗斯托夫的博罗季诺夫斯基训练场率先遭到打击起火。据悉，训练场位于俄罗斯第45767部队的驻区内。有尚未证实的消息说，俄军弹药库还发生了爆炸。流出的视频显示，该训练基地已经被大火覆盖，且火势还在向周围山区快速蔓延。俄方则声称发生了森林火灾，没有透露基地起火的更多细节。紧接着，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克斯托沃地区同样发生了训练场着火的状况。据悉，起火的是俄军第210军事训练中心。流出的视频也显示，浓烟弥漫在了夏诺夫哥罗德的上空。在之后，罗斯托夫萨尔斯克的铁路枢纽更是传出了剧烈的爆炸声。其于凌晨2点10分，这一带先后共记录下了7起爆炸声。虽然当地媒体表示是油罐车起火爆炸引起，但网络上普遍认为是乌军发动的新一轮远程打击。最后，俄罗斯萨马拉地区也遇袭起火，更多损失有待进一步披露。从这几天袭击来看，乌军无疑重启了对俄罗斯后方腹地的打击，不仅针对俄罗斯能源、军工厂，还重点打击了临近乌克兰的交通系统。而这一系列的成功袭击得益于乌克兰盟友在情报上的支持。有消息称，欧盟即将推出新的卫星系统 IRIS 方，而乌克兰、英国和挪威都将加入其中，并将其作为星链的替代方案。当然，新军援还不止这些。7月30日，综合媒体报道，乌克兰在欧洲的主要盟友将向欧盟申请数百亿欧元贷款，来共同为乌克兰购买武器。据悉，相关国家将通过申请1500亿欧元欧洲安全援助机制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欧洲国防事务发言人托马斯·雷尼尔表示，比利时、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爱沙尼亚、西班牙、芬兰、匈牙利和立陶宛已正式提交申请贷款。拉脱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等国也希望参与。这匈牙利真是一点也不放过搞钱的机会呀！据悉，这笔资金除了充实各国库存，还将为乌克兰购买更多美国武器。整体来看，现在是钱有了，特朗普又同意卖武器，这对乌克兰来说是个好消息。波罗的海最近很不太平，原因是俄罗斯正在这里进行军演。目前，德国的海军电子情报船 FGS Ost 正在全程监视俄军的动向。现在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北约的战机都会在波罗的海上空拦截并驱离俄军的轰炸机，后者的军机也时常进入克里米亚海域，双方都处于不断试探的阶段，对峙正日渐公开化。另外，据 Next 的 A 新闻报道，
波兰总理图斯克公开表示，其安全部队逮捕了32名涉嫌与俄罗斯情报部门合作的特工。据悉，这些被捕者来自俄罗斯、哥伦比亚，甚至还有乌克兰和波兰本国人。其中一名哥伦比亚人还参与了去年的华沙购物中心纵火案。2024年5月12日，波兰首都华沙的玛丽维尔斯卡购物大楼遭遇特大火灾，导致90%以上的区域被毁。这是波兰历史上最大规模之一的火灾，当时出动了150名消防员，历经20个小时才将其扑灭。今年5月份，波兰正式指控俄罗斯情报部门策划了这起纵火案，莫斯科方面则予以否认。随后，两国的关系降至冰点。波兰关闭了俄罗斯驻克拉科夫的总领事馆，同时驱逐了俄方的外交官。如今，波兰再次逮捕32名俄特工，无疑是升级了对抗力度。图斯克明确表示，之后还将进行类似的行动。接下来是一些快讯。随着阿塞拜疆和俄罗斯关系的恶化，他们和乌克兰的联系则日渐加深。路透社消息显示，乌克兰天然气公司已通过跨巴尔干半岛走廊进口到了阿塞拜疆的能源。据悉，该管道途经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最终抵达乌克兰的边境。这也是基辅首次进口阿方的天然气，是乌克兰在中亚地区的重大突破。据自由时报报道，澳大利亚炮兵在与美国共同进行的护身军刀演训中，由海马斯发射的 PRSM 导弹展现出惊人战力。英国卫报更是发出 PRSM 导弹有望改变太平洋游戏规则，理由是射程达500公里的 PRSM 导弹比射程约300公里的 ATSM 更远，同时远距精准打击能力能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减泰冲突虽暂时告一段落，但网络上还流传着不少泰军部署的视频，其中又以民用越野拉大炮最吸睛。在流出的视频中，数辆被漆上军绿色的英国路虎拉着新购的法制 LG1 105毫米轻型榴弹炮在公开场域集结整备。牵引式火炮在路上行进并不算稀有，但以往多以军用卡车或履带车辆牵引，这种用越野车拖曳倒是相当少见。性能上，一般来说，柴油动力的路虎马力约635匹，拖曳性能高达约3500公斤。车载的进阶拖曳辅助功能能让倒车更轻松，同时这款车还拥有电动绞盘以及涉水90厘米的能力。至于被牵引的法国制 LG1 105毫米火炮，是泰国陆军新接收的轻型榴弹炮，专为快速机动部署所设计，全重约1520公斤，全长仅3.15米，每分钟最高射速12发，最大射程17公里。相较于台军现役的 M101 105毫米以及 M114 155毫米榴炮，射得更远。俄乌战争的影响还在加深。据国防博客报道，德国已签订价值2.6亿美元的合约，向以色列阿尔比特系统采购其先进的指向性红外线反制系统，为其 A400M 战略运输机队加装防御神盾。据悉，这项采购案由德国联邦国防军装备、信息技术与运用办公室主导，旨在强化 A400M 运输机在高威胁空域中的生存能力。而被采购的这套名为 GMUSIC 的系统，能及时防御来自红外线导引导弹的攻击，特别是单兵携带式防空导弹的威胁。公开资料显示， GMUSIC 系统集成了先进的雷射技术与高性能热成像感测器，能自动侦测追踪来袭的导弹，并在飞行途中以激光光束将其中和。整个过程无需飞行员介入，其模块化设计使其能广泛应用于各种飞行平台。阿尔比特系统总裁兼执行长马赫里斯表示，该公司的 DIRCM 技术已获以色列、荷兰、意大利等多国空军信赖。此次合作将直接提高 A400M 机队的安全与战备能力。这是真的假的？据综合报道，美国海军一架隶属 VFA-125训练中队的 F-35C 战机在加州经船坠毁，坠毁地点在加州勒莫尔海军航空站附近。战机坠毁后燃起熊熊大火，随后勒莫尔海军航空站发表声明指出，飞行员成功弹射，地面没有人员遭波及，详细事故原因还有待澄清。F-35C 为美国海军使用的型号，属于舰载型。这次坠机也是 F-35C 的第二次损失机体的事故。2022年1月24日，一架 F-35C 在南海降落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时，尾部撞击飞行甲板，战斗机起火，在跑道上滑行并坠海。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红军村乌军该怎么打？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